嘿，大家伙早喽！7月15号星期一，新的一周。昨天看视频的开头那一段，是不是这手拿摄像机跟这手拿摄像机声音风噪完全不一样，对吧？今天上班以后和 Insta30的小伙伴们再继续反馈。今天又换了件背心，因为今天穿了这条，看。是一条更短的薄款，我觉得一身紫色怪怪的，所以背心换了一件。我们楼里有一位大叔，可能不能叫大叔，叫大哥吧，特喜欢紫色，一身从上到下全是紫色，有时候会碰见。今天第4个训练日，咱们回评论啊。现在几点？现在5点半，球不知道完没完。今天欧洲杯决赛，我还是照常4点之前就起了，但是忘了这事儿了。想起来的时候4点半，看了一小会儿。现在真是对足球没什么兴趣了，不像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行，那一会儿咱们再聊啊，加油加油！咱们就抓紧开始聊评论。第一位小伙伴说跟腱伤了，还能不能跑步？跟腱是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就你全身上下，筋膜和软组织、韧带这些是比较不容易康复的，就康复的慢，因为血管分布少。你要是大肌肉群拉伤了，那就很快就能好。我建议是，对于普通人，其实如果您韧带受过伤，哪怕是比较严重的伤，到最后也不会太影响您的参赛和运动。只不过短期内您的运动强度得降下来，就是你不能猛的加速去做冲刺这些。下一位，看看啊，衣服说轻工的衣服贵，398一件，我昨天穿那个啊是398一件，但是这样就每个人的观念跟需求不一样。我其实挺舍得在这些事上花钱的，虽然昨天那件不是花钱买的，但是我也买过不少。而且呢，我之前穿 Nike 那些都是500多、600多，或者70、80刀一件。但是关键问题是，我没有太多件。你看那次比赛不还穿坏一件吗？那件那时候天天穿，包括在新加坡的时候，这都多少年过去了。就我的不成熟的对自己的观念就是，你不能所有事儿都抠那个极限。买东西也是，就是如果你这一生从来没有痛快的买过一次自己想要的东西，总在计算，那其实也挺，就是你错失了一些精彩。因为就像那天我跟大家聊我的消费观念，就这事儿，买得起吗？买得起。伤筋动骨吗？不。那想不想要？想要，那就买。就是没到您说影响到您生活的程度，就还行。尤其是跑步这事儿，它本来就是个挺艰难的事儿，就别再跟自己想太多。至于这衣服粘不粘身，说实话，你要像我100公里那天那样浇湿了水，或者出特多汗，那没有不粘身的衣服，对吧？这咱讲道理的说。而且我还是那观点，就是大家你别看品牌不一样，就跟手机一样，电脑它里边那些元件都差不多来自那几个厂商。现在是个全球化的时代，大家其实都差不多，可能差的是比方说
版型拼接，或者是我前胸用这种材料，后背用那种材料的选择，对吧？好，下一个，一位不是订阅频道的小伙伴发评论说，我是不是全职跑步？他每个月跑200多公里就完全没时间了。我不是全职跑步，我只不过第一我不刷短视频，第二呢我没有饭局，没有应酬，而且现在还不看球了，就像刚才说的，并不是因为我要跑步不干这个，而是我不跑步之前我就不喜欢这些事儿，而且我也不看综艺。然后原来上学的时候玩游戏，现在也不怎么玩了。对，这就像刚才说买东西这事儿，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些观念得稍微的转变。你看上学的时候，学校家长都说不能早恋，不能早恋，不能早恋，然后一毕业你得结婚，你得结婚，你得结婚，那这都矛盾。然后你说年轻的时候都想干的都没干成，那可能有一天就报复性的干了。真心的，我那时候上学玩游戏玩可凶了，而且我打的是竞技，所以现在我倒不是玩腻了，我觉得看什么都不是太有意思。那正好到我这年纪了，本身玩游戏的反应能力也有下降，干脆就干这个年纪适合干的事儿。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你们现在还不懂，但是呢，什么年纪干什么年纪该干的事儿，是一个特好的选择。虽然这个什么年纪该干什么也是人规定的，或者人们形成的一种观念，但是你加上自己的判断嘛，差不太多，是不是？”下一个啊，跑步去远的地儿特别麻烦，知道我为什么在北京的时候不去奥森了？北京太大了。你说的特别对。你看那天无意中看了一个公园的介绍，一看在大阪这边地图上已经特老远了，基本上已经出了大阪市了。然后我说在哪儿呢？我一看，如果按走路的路线8公里，我就跟家属开玩笑，我说那时候住东三环的时候，从我们家楼下到故宫8公里，那8公里在北京的地图上就一个，可能就1厘米或者2厘米，你要想把北京看全，那个比例尺。确实是跑步这事儿啊，还是我刚才那句话，每天训练是挺艰苦的，你就不能再给自己找别扭了。你要是每天都通勤1个小时去一个地儿跑步，就跟找健身房为什么得找离自己家最近的呀？你稍微有点距离你就坚持不住。所以我从来都是出了门就跑。我也不是说去一个地儿更舒服更安全跑步不好，如果您就不是我这种，您就一周规律的锻炼2、3天，那没关系啊，你就去个舒服的地儿。我看第4天能不能冲上这个坡。这坡太带劲了。下一个啊，有小伙伴问到什么水平就能报名超马了？是不是得能一口气跑下80公里？我当时文字回复他了，我说我比赛之前最远一次跑了50公里。我报名的时候，我的人生最远距离还是马拉松全马。但是这个事情呢，你对自己有一个判断。
我当时就觉得不出意外我肯定能跑下来，因为我全马能跑进2小时45，我的 PB 2小时41，如果我都跑不下来，那怎么可能有60-70%的完赛率呢？对吧？你首先你这么考虑问题。第二呢，什么情况下跑不下来？就是比方那天我看了几个这边没有完赛或者成绩特别不好的跑者的频道，他们也拍视频，就是感觉他们，你看跑完一个全马的时候，就是到全马那个点的时候，已经5个多小时了。就是您放心，再能压速度也不会这么压，他就是跑不动了。如果你到30公里就不行了，最后12公里的还剩12公里的全马都得走走停停了，那100公里对您来说就是个煎熬，没必要。而且这场比赛为什么完赛率低呢？它关门时间是13个小时，13个小时对跑者来说挺短的，对吧？你6分配的话，100公里还10个小时呢，是不是？所以你全马跑到5个多小时，你想在13个小时之内完赛，可能性就非常低，因为后边那50多公里你不一定能跑起来。说白了，就是对自己有个感觉。就是马拉松这事儿，任何耐力运动都没有奇迹发生。不管你穿什么吃什么，你就是给普通人上违禁药也没戏，真的。说到这个，前2天会长更新的频率有点高，虽然每一步都很短。说他们那冷冻舱，有小伙伴也在评论里说，对啊，那个是管用，特别管用，但是咱普通人没那条件呀。好像就我测最大摄氧量那个地儿，那个动静，北京三元桥那有一个液氮的，但是都挺贵的，而且你也不可能专程老去一趟，所以专业运动员跟普通人还是不一样的，对吧？下一个，就我视频的打马赛克的逻辑，其实严格的说，在这儿拍摄，如果在这儿获利的话，应该是不能出现，就是你跟你节目有关系之外的人的，就普通人，不光是在这儿，你看在美国在哪儿都是，因为就看人家追不追溯你，我们从里边跑吧。你看像我这种一般没事儿，那我要是个这边的巨大的自媒体，一个月挣好多钱那种，那就不行了。那人们巴不得你拍到他没打码，那告你一次就不少钱呢。但是小朋友我还是打码的，因为对未成年人保护，只不过我可能不一定那么的仔细能做到100%，所以就我也呼吁一下，就是其实在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对小朋友应该保护的好。这边幼儿园、中学、学校围墙都挂着不能拍摄的标志，但是我也看说有的那些在这边生活的外国人，有小孩的送幼儿园，他可能好心，他为了夸这个老师好或者幼儿园小朋友好，就不停的就接孩子的时候就拍完就发，我觉得可能有待商榷。有小伙伴说我的视频 BGM， 这我回应过多次了，就像刚才你们看我说这几个问题，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有点倔强的中年人，可能还不是太老，没有被磨平棱角，是不是？
我也知道那些特燃的热血的 BGM 好，我也知道它放在哔哩哔哩没事儿，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对拿不到版权费的创作者不公平。他创作了音乐，我免费用，然后获利，他没有好处，甚至我说声谢谢都没有机会，因为我也不认识人家。我觉得还是不要，所以我放的都是可以免费商用、用来获利的 BGM 呢，选择范围就本来就很小，对吧？然后我偏爱那种就是布鲁斯或者爵士的那种感觉，我就在这范围内里找时长啊、节奏还差不多的。就我今生只有一次违规，但是可能按法律来说也没有完全违规，或者没有违规，就是去镰仓那次拍镰仓高校前的小火车，在哔哩哔哩这边我放了大概有15秒左右的《灌篮高手》的主题曲，但是应该侵权是有时长的，好像是我也不知道几十秒，你不能连续放。不过那次我是破例了，就大破例了，对我来说。我没有别的意思，不是说人家这么干不好，因为每个人接触的信息不一样，是吧？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好吧，大阪城一圈了，评论也回完了，没有回太多关于100公里的，因为会单独出一期。行，那这么着，咱们一会儿训练后见，加油加油！哎。7月15号清晨6点41，训练结束，第4个训练日。这4天，第一天21，第二天21，第3天21，今天17，平均配速4分56，心率145。又下起雨了，特别小，但是特别热，你看，对吧？你说这个出这么多汗，有不贴身的衣服吗？不可能吧？你穿什么衣服可能都得贴身，所以就是。就还是我那句话，有钱难买我高兴，您也一样，谁都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对不对？行吧，今天这边他们还是休息日，他们今天叫海之日，就是可能纪念海的，但是我不休息，我回去上班了，吃早饭。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